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还继续上期的话题，也就是什么是修行。禅宗呢有个丹霞禅师，他为什么把那个什么相，你懂的对吧？劈了，烧火，因为他开悟。你告诉我，那个佛像和木头有什么区别？这不是抬杠，这是逻辑，是讲道理。那个像不是木头，为什么不能烧火？它又不是真的火，就是因为你内心的信念，所以我们是凡夫，而修不成佛。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佛，佛是个概念，它表达了什么，又代表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这就叫文字相。这个相是你自己造出来。我现在说个词啊，菩萨。你告诉我，你的大脑里出现了个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外面看到的观音的塑像，或者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那个女人的形象？你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没在你脑子里面画像吧？那画像是怎么出来？是你造出来的，不是我给你放进去。只是大脑里的那个画面拿不出来，要是能拿出来的话，我们比一比，一定是一个人一个样，绝不会重复。而我现在发出的它只是声音，是震动波，而你把这震动波变成了一个画面。什么是修行？就是破相，破这些信念，破完了就是开悟。开悟就是智慧无漏，智慧圆满，再没有任何的困惑。开悟者眼里是没有相信或者是不相信这个东西，因为他就活在真实里。这就是所谓的实相，也就是那个什么真什么理的。下面从理论上破一下文字相。我们所说的菩萨全名叫菩提萨埵，是梵文，简称菩萨。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大堆文字，大概意思就是觉悟有情的众生，能够自觉觉他，自利利他，想开悟觉醒的人，想看清实相的人，就叫菩萨。这样说，我们看视频的哪个不是菩萨？就是因为翻译出了这么多字，还不能全面概括这个词的含义，所以就没有翻译。如果翻译过来，你还会有这种神秘感，对吧？菩萨是佛的因，佛是菩萨的果，而我们眼里的佛、菩萨都被赋予了太多的宗教色彩。真的，这是人为的，是我们的共识所赋予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集体共业。什么是业？你脑子里的观念、信念就是业，而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事就会被怎么着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？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呀，没有一句佛经中奥色难懂的词。别看我是佛教出来的，看了那么多佛经，但是我不说佛话。评论区总见这些词，什么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阿赖耶识呀什么的，满口的佛话。佛教有个词叫佛游子，说的就是这些人。你让他用能听懂的大白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，这才能看出你的理透了。我这个人也不讨人喜欢，总说点真话，但是没几个人敢听真话，想听真话。他们想听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对的话。你身上的那个自我太强大了，你这不是修行。修行就是拆解这个自我，而开悟的状态就是无我。但你都是在强大你的自我，
佛教有贪嗔痴慢疑，你看看你占了多少。你不能打破宗教，打破这些信念。你要是能开悟的话，所有人都开悟。另外，好多人对于开悟的理解也不对，下期我再说一下。小孩子做什么都没事，希特勒都没去那个什么地什么域的地方，为什么修行人会去？因为你脑子里有什么地什么域的像，而在你的意识离开了身体，脱离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时，你心里想起什么，什么就会瞬间出现，就像做梦一样身临其境，且和你想象中的一模一样，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你如果自己不走出来的话，不会有人把你拽出来，因为自由意志是不允许被干涉的。你说什么地什么域的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。相由心生，你以为只说的是面相，还包括你的经历、你的遭遇。万法由心造，你自己可以创造出你想象中的所有东西，然后你再进去遭遇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境界。那你说我以后只想着善不就行？也不行。有善定会有善的对立面，也就是恶。否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善呢？你怎么去定义善？以谁的标准去衡量它？你要去打破母题，拆解问题，看看什么是善，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善这个东西？善恶都是个人利益的主观判断罢了。我们吃了蜂蜜，夸奖蜜蜂是园丁，老鼠偷你点粮食，你说它是害虫。事实的确如此吗？修行需要思考，深度的思考。我之前讲过这些话题，但是看的人不多，觉得和修行不搭边儿。其实你错了，我发的所有东西都是在围绕开悟觉醒这个主题。你们认为什么是修行？就是念经、抄经、慈悲、放生，还是盘腿打坐？就是反正是不用脑的修行，那根本就不是修行。懒惰是人的天性，能战胜懒惰的只有恐惧。所以你还是不痛，痛了你会思考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心理，就是让别人去思考吧，思考好了把答案告诉我就行。你都不去想想别人告诉你的对不对，直接就放脑袋里。是老子和乔达摩悉达多把答案告诉我们，那我们怎么就成不了他们呢？如果身心灵里你修的是前二者，不在我讨论的范畴。我懂这些吗？懂，因为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。但是我不讲那些，你不用信我说的话，我讲的是故事，你要去自己思考真假对错，自己去找出答案，这就是修行。既然道能生万物，你可以从一朵花、一颗种子都能看到道的影子。就说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。